好學貓。Hello， 大家好，我是在練習生丙星星。大家都知道嘛，今年是丙午年，是一個火年，然後6月呢也是一個火氣特別旺的一個月份。本金人呢雖然說是需要補火的，但是也沒想到說火這麼旺的一個情況之下，讓我整個人的狀態變得非常的焦慮和焦躁。就從身體上的表現能看出來嘛，因為我最近眼壓很高，然後一直會頭疼。在工作上面也好，還是在關係上面也好，都會感受到一種焦慮的情緒。我其實自己特別不喜歡讓自己保持在一種焦慮、憤怒、緊張的那種情緒當中的。所以我開始去剖析為什麼我們會感覺到焦慮。它的一個原因，我發現說是因為事情懸而未決，是因為這個事情特別的模糊，然後讓你不知道該怎麼辦。很多時候我們就是因為不知道該怎麼辦，不知道接下來應該往哪裡去，不知道這個事情有沒有結果，不知道這段關係以後的走向是什麼樣子的，從而導致你很焦慮，你會很不安。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話題就是焦慮的本質是一種懸而未決，那我們應該怎麼樣打敗它呢？就是用清晰去打敗它。那我將和大家分享從健康焦慮、工作焦慮、關係焦慮以及生活上面的焦慮這4個方面去進行展開。首先一個就是健康焦慮。本播客以及本人的一個宗旨也是健康第一，就無論是我想要去工作也好，做自媒體也好，還是說去為一段關係努力也好，這些等等都不如健康來的重要。如果我的健康出現了一些問題的話，我會放下所有手頭上面的一些事情，然後去為健康去努力。今年的話呢，是我工作的可能快到2年了吧，因為我是24年7月份本科畢業，然後工作的，現在已經6月中旬了。之後呢，我在工作第1年是在一個外企的外包工作的，所以那時候也沒有很正式的體檢。那後面轉正到現在的部門之後嘛，我就擁有了我們公司全面的體檢的資格。它其實是前段時間剛剛發出來的一個消息，我們很多同事他會拖到可能11月份的時候才會去做。但是呢，我自己實在太好奇了，我到底自己健不健康，到底身體哪一些地方有一些問題，所以我就非常快的去體檢了。就哪怕我知道說這周其實特別的忙，然後要趕一個報告，但是我還是很想知道說我健康的問題到底是怎麼樣子的。所以呢，就是緊趕慢趕的在周5的早上7點半的時候，就第一波就去體檢。我體檢的那個過程其實就會讓我覺得很焦慮，因為好像在那個當下，你會把你身體的很多的感受會放大。就例如我之前是一個有心肌缺血的人，然後在我去量血壓也好，在我去做心電圖的時候也好，我就會特別擔心我的心跳得很快。然後果不其然，我這種焦慮的心情在我躺在那個病床上的時候就猛地就出現了，就能感覺到自己的心跳好像已經達到了100多，但其實我已经很久沒有感受到心臟給我帶來的一些不適了。因為以前在心肌缺血的那段時間裡面，我是不太能坐地鐵，就在早上的時候吃完飯坐地鐵，因為我的胸會很悶，然後會站不住。但現在已經很久沒有這種感覺了。不過在我去測心電圖，在我去測血壓也會有那個脈搏嘛，就這種時刻我還是會覺得自己的心跳得非常的快，就是對於健康的一種焦慮就浮現了出來。那最讓我感覺到特別緊張和焦慮的一個東西，就是我這次頭一次做了婦科。因為自從有了 sex 生活之後嘛，我就是非常注意这一塊。以前你如果說沒有這一些經歷的話，你是不需要去測一些婦科，像是陰超啊，或者是鴨嘴鉗等等，這一些婦科的檢查的。但是我覺得既然有了性生活之後，就必須得查一下這些吧，每一年什麼的。然後現在其實在市面上面的一些套餐，就是公司它給你的一些套餐，體檢套餐裡面，它會去用未婚還是已婚去做區分。
就可能也是為了省事兒吧，就大家默認說已婚就是有性生活，然後未婚的話呢，如果你讓未婚那個小孩去做這個陰超或者是鴨嘴鉗的一些檢查，他可能會覺得特別難受，所以就很簡單粗暴的去做區分。那我呢是選擇了已婚的那個套餐，因為我真的很好奇我做陰超之後的一些結果，以及對於婦科方面的一些檢查結果是什麼樣子的。然後在做婦科內檢，我忘了那個科室叫什麼了，反正就是進了一個科室之後，醫生跟我說，你要把內褲脫下來，然後你就躺在那個病床上面，把你的腿撐在那個架在的那個床上面，有個你腿双腿撑開的一個架子，你把你腿放上去，隨後他就會用鴨嘴鉗把你的下面給撐開之後呢，去進行一個檢查或者是取樣，一方面是去取樣測說你有沒有什麼陰道炎之類的，還有一方面呢就是會去看你的宮頸情況。然後那時候他就跟我說，你怎麼白帶那麼多？你怎麼下面看起來有宮頸糜爛呢？其實宮頸糜爛這個詞我其實是比較陌生的，因為以前我不太會覺得它會出現在我身上。然後对於那些婦科的科普視頻會看，最近看的少，以前可能21年那會兒看的比較多，但看完之後也會覺得跟我沒啥關係，因為那時候還是個學生，也沒有性生活之類的。但是在上一次體檢的時候，醫生跟我說你有宮頸糜爛，然後還跟我說你有1度和2度哦。因為宮頸糜爛它是分為幾個層次的吧，就是1度是一個層次，然後2度可能會稍微再更嚴重一點，到3度的話就更加嚴重一點。然後那時候我就有一些恐慌，就是我做錯了什麼嗎？為什麼我會有宮頸糜爛呢？這是不是一種病啊？我應該怎麼辦？我是不是要去治了？因為在23年的時候我有得過一次陰道炎，然後那個陰道炎對我來說是我的人生当中史詩級最痛苦沒有之一的一場病，就它会讓你的下面非常的瘙癢，然後癢到是說你根本就睡不着覺，精神恍惚，甚至會在情緒上面也會很驚恐，就整個人很驚慌那樣的一種病症的狀態。那我就特別害怕自己得這些婦科的疾病，所以在做完那個檢查之後我就非常的緊張，我走出那個科室之後就一直在去查宮頸糜爛到底是個什麼東西。我在那一刻的時候也是第一時間就跟我男朋友說了，我說我做出來有宮頸糜爛應該怎麼辦？我真的很緊張，導致說我整個後面的一些體檢的科室啊流程什麼的都會讓我籠罩在一種我很焦慮，我好像得病了，我好像要完了那樣的一些心情裡面。我在網上面去搜了很多人虽然也說宫頸糜爛沒事兒的沒啥的，但是還是我心裡有些緊張。然後我男朋友他就回復我說，他說宮頸糜爛它不是一種病，它是一種正態形態變化。如果 HPV 你想查一下的話你也可以去，但是他身上是沒有 HPV 的。他就回了我這樣一段話，其實這樣一段話是給我非常大的一些力量的，因為之前我陷入的這種宮頸糜爛的這種焦慮，我因為不了解它，所以我變得非常的模糊。這種模糊如果心情它一旦不斷去放大，你網上面去搜索很多，但是依舊很模糊，依舊一直在放大，這種情況之下你是會越來越焦慮越来越緊張的。不過这时候有個人跳出來，他跟你說這個就是一個非常正常的生理的現象，好像這件事情這個模糊的這個焦慮的事情它就會變得清晰了一點，所以那個當下其實就會讓我覺得好受一點。我也跟他說，我說我每次聽你說話我都會覺得很平和，好像安撫到了我一些。之後我就在網上面去做了一些攻略，就是說宮頸糜爛它是否是一種病呢？然後我以前的話就特別喜歡看那個6層樓先生6層樓老師他去科普一些婦科的內容，然後我就發現他的一個視頻，他有講說宮頸糜爛它其實這個詞早在教科書裡面就已經刪除了，因為這個詞聽起來就好像很可怕的樣子，但其實它就是一個生理現象，是一種宮頸柱狀上皮外移的一種生理的現象，它非常可能是因為說一些激素的反應，雌激素的一些變動啊之類的，導致說你的這個宮頸的樣子可能會進行一些改變，在你每一個週期裡面。
然後有些人他會把宮頸糜爛和宮頸癌去聯繫到一起，騙你去說，哎呀，你要去做什麼激光手術啊之類的。但他後面就講，宮頸糜爛也就是宮頸上皮外移，它其實是一種身體發育之後，然後你的卵巢會去分泌雌激素，導致說宮頸柱狀上皮呢會進行一個外移。但是宮頸癌呢，它是一種 HPV 的高危亞型長期持續感染，導致說你未能及時發現，然後你沒有去及時的去醫治它，後面呢就會去演變成宮頸癌。就它其實是兩條完全不是一個邏輯的鏈路，但是有些人為了讓你去做一些什麼手術啊，讓你去買他的一些藥啊，導致說他會跟你講，哎，這個事情很嚴重的。後面我就在想，為什麼我要緊張這件事情？我的下體其實沒有任何的不舒適感，就之前有阴道炎也是因為說我真的癢到不行了，所以我才會去用藥，但後面就是沒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覺了。然後我還看到他的一些新的視頻，真的特別有意思。他又講說，宮頸糜爛這個玩意兒，它就像是你的臉上面可能會長一些小痘痘，我的臉是這個樣子的，它有時候會長痘，會發一些炎症，但是它就不是我的臉了嗎？我的臉還是我的臉，它依舊是一張好的臉。它會因為不同的身體周期的變化，導致說它可能會長痘痘，它會有一些炎症，但是它也會自動的自己就去消化，但是它也會自動的自己就會去好起来。所以這個又有什麼關係呢？很多時候我們不應該因為一些數據的指標，被一些檢查報告的指標而生活，而是說你去尊重你自己的感受。就雖然他那個視頻裡面是有一個小女生跟他去連麥，去講了說自己有宮頸糜爛的情況，然後他還測出來一些指標特別不好。然後那個6層樓老師他就說，只要你沒有覺得不舒服，只要你的身體沒有什麼症狀啊之類的，那你就可以不用去管，就是很簡单的不用去管。在看完這一些之後，讓我的健康焦慮它變成是一個清晰的事情，变成我是明白這個東西它確實不是一種病，以及我要去首先看我的身體的狀況，身體的感受為先，之後再去思考到底要不要去治療這件事情之後，我的焦慮好像就慢慢的會被消解掉一點。所以很多時候焦慮的產生它就是來自於模糊，來自於你不知道這個詞語到底是什麼意思，來自於大眾他可能會去污名化它這個詞彙。但是只要身邊有一個人他跟你說，哎，其實它不是一種病哦，或者是你做個有心人，你在網上面去搜索一些正規的科普的視頻，然後你就明白它的一個整個邏輯線，理性的角度去看待它之後，你就不太會有非常強烈的一些焦慮感了。所以在面對健康焦慮的時候，我真的覺得我們要清晰的去認知自己的身體。就像是我自己知道我是一個会暈血的人，就我的暈血非常嚴重，只要看到這個血從我的一個可能傷口裡面蹦出來，它的一個前提条件就是要從傷口蹦出来，會讓人感覺到疼痛的地方蹦出來的話，不是那種大姨媽血那種啊，就是傷口蹦出來的血，我就會立刻就暈過去，就會眼前一黑，心跳加速，胸悶，然後要暈過去。我知道這一點之後，我在這一次抽血的時候嘛，我就很提早的就跟醫生去說了。然後我們公司的那個體檢真的非常全面，他幫我們買了非常非常多的項目，所以我是那一個場次裡面抽血最多的人，我需要抽10管血。然後我自己又是一個暈血的人，我当時拿10管血走過去的時候，我第一句話我就跟醫生說，醫生我暈血，你可不可以我們輕輕的來。之後那個醫生也很好，他知道我有這個情況，然後又看到你這小女孩要抽那麼多血啊，會不會有問題啊？所以他就直接推薦我說，要不咱們去另外一個備用室小房間裡面讓我躺着抽血。就他特別溫柔，我真的很難去表達我當時的感謝，因為本身我自己是非常焦慮我会不会暈倒在那个抽血室裡面的，但是我被带到了一个很安靜很涼快的一個小床上面躺着，然後就醫生幫我抽血，我就只需要看在別的地方，然後不需要看到抽血的那個現象，以及說被抽完血之後也只需要躺在那個床上面等5分鐘就可以了。躺在那個床上的時候，也有人會來問我說，哎，你有沒有什麼不舒服的？就他們非常關心我這個暈血人士的一個身體情況。所以我覺得這是我做的一個比較好的地方，就是我對於暈血的焦慮，我對於暈血健康的這個焦慮，我是清晰自己的一個邊界的。
我知道我的點在哪裡，我知道我不能看到血蹦出來那個樣子，所以我會提前的去告知別人。一個是不給他們去增加煩惱，畢竟我暈在那個抽血室，別人要來扶我，也是一件很恐怖的一件事情，要給他們去增加工作量。那另一方面也是我可以給自己帶來更加舒適的一些感受，就是我可以躺着抽血，然後不會感受到任何的不舒服。那第二個來聊一下工作的焦慮啊，最近真的不知道為啥，就是火月嘛，就整個月份火气太旺了，導致說這個工作好像也變得會有一些急躁。這個可能是我自身的一個感受吧，就是我最近要趕一個 deadline， 那個 deadline 呢，就是說老闆可能在下周以及這周五的時候，就這周結束的時候要交一個報告，然後那個報告的數字做起來非常的複雜，它橫跨很多個表格。以前呢，可能我們慣用的一種之前的一些報告的交的一個方法，就是說把這個東西做出來的一個方法，就是用 Excel 去手動的人工的去處理這些數據。但是後面呢，因為我自己是有搭建看板以及去寫代碼，用 AI 寫代碼的這個技能的，所以老闆就找我說，你能不能做一個看板？其實老闆在一開始跟我說，這一次交這個報告的時候，我們不需要去做一個看板出來，只需要把數字圖片畫出來就可以了。然後看板可以有1個月的時間讓我做。其實這個時候是不焦慮的，但是呢，我後面做了這個看板之後，我發現，這玩意兒好像做得出來呀，好像是可以在這1個星期之內把它給完成的。於是我就跟老闆說，老闆，我覺得這個可以做，我這周努力一下。我一般是一個不會放任何大話的人。老闆如果問我說這個事情能不能做成，如果是我不知道的事情，我都會回他說，我需要去測試一下，我需要試一下。就很多時候我是非常謹慎的去回答的，我不會畫大餅說我做不到的事情，我就說一定能做成。但是那時候其實已經有80%-90%的一個把握了，但是結果沒想到我把這個任務的難度給看清了。就我在做這看板的時候，遇到非常多的一些很奇怪的瓶頸。比如說，我在这個圖上面，我想把這一個一個點給連成一條線，但是呢，如果你要寫成代碼的話，你怎麼樣子去寫這個點連到那個點？它是一條持續的平直的斜向上的斜線，而不是一個它會一上一下。如果那一天沒有值，它就直接跳到0，一種一上一下的那種線。然後這個線你還不能讓它去連到月底，而是說就連到當天的一天。後面我做出來的一些圖就很奇怪，就會做出來什麼，這個時候就會連成一條線，但是在這一天的時候它就變成一個點，後面又是一個點，就連不到一起。於是我在那一天下午就非常的焦躁。我們現在外企用的那個系統是那個微軟的嘛，所以我們有一個聊天軟件叫 Teams 可以去設置你的狀態的。我那時候下午的狀態就是請勿打擾，所有人都別找我，然後在我的工位上面一言不發，沒有跟任何一個人聊天，但是還是做不出來就很焦慮啊。之後呢，就晚上的時候帶回去做，那時候已經正值周3的晚上了，而且我周5的時候要去交一個數字出來的，我要去把所有的圖片都給做出來，但那個時候我還在死磕一個可能給我時間為1個月的看板上面。隨後我就在家裡面一直在去思考這些事情，然後為了跟那個點到底能不能連成線這件事情去做各種各樣的抗爭。本來那個晚上是要去剪播客的，但是因為工作做不完，導致我就一下子自己忙到了11點鐘，真的就那時候還是沒有怎麼做出來。然後我就在我的本子上面就寫了3個字，做不出啊，就是做不出。推導了很多，但是就是做不出，畫了一個圈，準備第2天跟領導去說我要不行了，我做不出來這樣的一個結果了，我們還是用老辦法吧。但是後面等平靜下來之後，以及在第2天再去找老闆去講了這件事情之後，好像一些事情慢慢的就變得清晰了一點。就例如我之前会覺得說我卡在的點上面是我6月份可能到中期的這個圖片做不出來，但是我5月份一整個月的圖我是做得出來的。老闆就指點我說，你其實可以把5月份的圖片我們先做出来，6月份的你可以過2天你再自己去嘗試。就一下子就發現，如果你再給我幾天時間，我好像可以做成，我好像可以再研究研究。
如果你讓我當天立刻給我做出來一個完整的、正確的、準確的圖片出來的話，我會覺得壓力很大。但是如果你給我規定了一些節點，比如說，我們這2天可以先把5月份的用看板做出來，6月份的可以在下一周的時候再慢慢的去想。就這個時間點排出來之後，我的工作它就看起來沒有那麼的糊在一起。就之前的話會認為5月、6月份的圖都得一塊做出來才行，但後面進行了一個拆解之後，這個時間就會變得很寬裕，所以我的工作焦慮也會緩解掉一點。那其次，我在工作上面的一個習慣就是說，當我去做一些事情的時候，它是一件很龐大的、很複雜的事情，就像是我要搭這個看板，我這個看板裡面包含很多的元素，從這樣的一個基礎數據到最終的一個結果，它需要去進行層層的數據的清洗。例如說，本來这個只是每一天是這個數據，但我要把每天連成線，最後那一天呢還必須得是跟實際的那個數字是一樣的，就這些新的邏輯等等的你都得寫進去嘛。於是我自己的一個去處理工作焦慮的一個方法就是說，我會用筆和紙把我的思路都寫下來。我在做這些數據方面的處理的時候，我是非常喜歡去進行書寫的，因為這會讓我的腦袋更加清晰的去梳理好當下我的模糊的點是什麼，把我要去處理的一些問題給點出來寫出來，然後一個一個的去劃走，或者是一個一個去推演出我應該怎麼樣拿到那個最終的結果。這個過程會讓我的焦慮變得清晰一些。所以在本次對於工作上面的焦慮，對於 deadline 那個焦慮情緒的一個最終的結局就是這個任務被拆解了不同的 DDL 不同的 deadline 的時間讓我好了很多。後面在那一天周四的時候再去趕這個報告，就不太會覺得非常的壓力很大了，因為我知道說5月份的數字大差不差，好像只要能看到說這個東西是清晰的，是可以到達的，是我可以觸碰到的，是我可以在辦公的時間裡面就能做完的，那我就会不太那麼的着急。不着急之後，你整个人就會鬆弛下來，放鬆下來，就會又可以跟我的親親同事們聊天，就又可以在下午的時候以一種比較平和的心態，在完成別的事情的同時，再把這個看板給搭出來。所以總結一下，就是對於工作上面的焦慮，一個是你在自身方面，你要去把你的模糊的點可以寫下來，然後去思考我們應該怎麼樣子更加清晰的去到達我最終的那個目標。其次一個就是跟你的老闆，跟你的同事去做一個溝通，跟他去對齊一下我的難處，或者是跟他去講一下我是否可以先做成一部分呢？這些都可以商量，不需要把自己逼入絕境。第三個呢，是對於關係上面的焦慮，例如說朋友，這個朋友他到底是否對我是真心的？他是真心把我當成一個一生的朋友，還是說只是把我當成一個短期的？還有是你可能跟你的曖昧對象去搞曖昧拉扯的時候，你會去想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去進入一段正式的戀愛關係呢？這一種關係上面的懸而未決，關係上面概念上面的模糊，也會讓你覺得非常的焦慮。但有的時候我發現人他就是主動的去靠近這種模糊，靠近這種焦慮，因為這種模糊和焦慮它會給你帶來刺激和快樂和多巴胺。以前呢，我在高中的時候有一場轟轟烈烈的暗戀，之前節目裡面多次提到，這個男生我暗戀他有2-3年的時間，高中一整個時間基本上都在喜歡他，然後那時候我就會把這種關係上的懸而未決當作是一種生活上的調劑品，我會去書寫很多我每一天暗戀他的一些細節，以及他對我那些暗戳戳的行為讓我覺得很甜，讓我覺得很開心的一些細節，都會去寫在微博裡面，作為我生活當中的一些調味品。那時候為什麼我沒有去戳破這段關係，沒有跟他說哎呀我喜歡你，我們在一起吧，而是說等到2-3年之後再跟他去講，可能是因為我想讓這段關係一直持續的保持一種心動和曖昧。它雖然是懸而未決的，但是它也是可以持續的讓我感覺到一種暗戳戳的，好像他喜歡我，好像他不喜歡我那種爽感，就會讓我在一種每天都有持續的新鮮感，每天都覺得很有趣，每天都在猜他到底喜不喜歡我啊，這樣的心情裡面，它是有趣的。你不得不說，關係上的焦慮它是有趣的，它會讓你
想得到一個東西，好像快點又得到了，好像一下子又沒得到。所以有的時候人就是很犯賤吶，他就是想得到，但是又沒得到，那種感覺是最好的。這就是為啥有些男生他特別喜歡搞曖昧，但是又不跟你去進入一段親密關係的一個原因，也是因為他不想負責呀，他可以一直去感受這種新鮮感。這女生愛不愛我啊？愛我，那我多好一點；不愛我，但也沒事兒。哎，這種很微妙的曖昧的心情。然後因為雖然說在一起了之後分手了很快，不過呢，這段回憶也會讓我覺得還不錯，也沒有鬧得很難看吧，所以那時候寫的那些東西都沒有刪掉，現在我還是能找得到的。跟大家分享一些吧，就當時的一些曖昧的心情，以及為什麼覺得這麼上頭的一些原因。這個是在18年的最後一周，年底12月底的時候，我們那時候開班會，然後整個班裡的氛圍都是啊，過新年了，很開心那種氛圍裡面。那一年呢，正好是我高2的時候，然後我們那時候呢是需要在高2的時候考生物和地理的高考的，可以在高2的時候就考掉嘛。於是全班人都在學這2門，然後我那時候呢就是為了去找他問生物的問題，這樣就可以跟他搭話。於是呢就非常非常努力的去做很多很多的生物的卷子，就想着说找到一個什麼題目，然後就可以去請教他。我們的位置是會一直換的，不過呢在那段時間正好是跟他坐的比較近吧，位子可能就是我坐在前面，他坐在我後面，然後我的左邊呢是另外的一個男生，那個男生呢我跟他關係也不錯，所以很多時候我就會跟他講話，然後笑着跟他講話。但是我的同學他們就感嘆說，哎呀，我當時喜歡那個男生非常可憐，就每天盯着我看，對着我笑，但是我卻跟着別人說話，就跟着旁邊的另外那個男生去講話。其實是因為說我不敢盯着他看，很多人都起哄說這個男生他是喜歡我的，他喜歡盯着我看，他在跟別人說話的時候說2句也會往我這邊看一眼，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喜歡我。就這種心情，這種關係上的模糊、懸而未決，有時候是會讓我覺得很焦慮啦，會去思考這些問題。但有的時候它就是一種刺激、新鮮感，以及就覺得很有意思啊，一直在猜。在那段時間裡面才會把這些心動變得很大，就是因為你不知道他是不是喜歡你。當你跟他確認關係之後，這個人他對你再好都是好像是理所應當的，就是他喜歡我呀，所以他要對我好啊，所以他才要去教我題目啊，才要去每天拉着我見面啊之類的，這些就是变成一種理所應當的事情。但是在曖昧期的時候，這些都不是，這些都是一種關係額外的一種褒獎。所以很多時候你的關係上面的懸而未決，關係上面的焦慮，是你自己去主動追求的，是你期待他是這樣子的，你並不想去戳破這一層關係，這可能是你的底層的一個需求。但是現在本人已經過去了有7、8年的時間了，本人已經看透了自己对於感情上面的一個需求，我就知道說我目前不太會把時間花在這些事情上面了。因為當你把很多時間花在曖昧啊、男人啊之類的，你會把很多的精氣神、心力給撇出去一部分。那我現在目前的生活的重心其實是搞自媒體，其實是恢復健康這些事情，每天要睡覺，每天要想着說視頻怎麼樣做得好，播客怎麼樣繼續做下去，這些會讓我覺得更加重要，所以我會去更加去反思我對於關係上面的一個期待是什麼。如今我不再去渴望這種一直把自己處在懸而未決的戀愛關係裡面、曖昧關係裡面的一個人了，而是說我現在知道說我在關係當中，我更追求的是一種穩定，更追求是一種陪伴，是一種对方他給予我的一些生活上面的支柱和幫助。這種幫助它可能是在我遇到一些危機的困難的時候，就像是在我很不知道宮頸糜爛到底是個什麼玩意的時候，對方他可以跟我說他不是什麼事兒的。就這種幫助、這種支持是會讓我覺得我更加需要的東西。於是呢，我就會更加感激我目前的一些穩定的親密關係。我喜歡的是一種清晰的、明朗的親密關係。我後面真的變了很多，就我不再會跟別人去長期的去搞曖昧。當我發現我自己喜歡對方的時候，我會主動的跟他講。當對方想跟我拉拉扯扯的時候，我會不喜歡，我會直接跟他表達說，你是不是對我有意思？如果是的話，我們繼續接觸，因為我對你也有。但是如果你對我沒有意思，那我們就保持好朋友的邊界，或者是陌生人的邊界即可。
因為在我跟我男朋友一開始接觸的時候，他其實已經很忙了，但是我並不知道他有這麼的忙。他回復我的一些消息，跟我聊天，他有的時候會莫名其妙的消失。這個可能一些博士的同學你們可能會知道哈，就是當你去做實驗或者是在忙一些別的事情的時候，你可能就不太會去連貫的跟一個人聊天聊到結束。但那時候我不知道，我會覺得說他是否是對我沒有那麼上心，或者是在跟別的一些女生在接觸呢，然後又吊着我不喜歡這種感覺。於是呢，我就鼓起勇气，我就跟他講，我說你是不是對我真的有意思呀？如果說對我有意思的話，那我們就見面，我們可以吃飯。因为那时候他約我在周末的時候見面來着。但是如果你对我沒有這層心思的話，我覺得我們就別見了，要不還是不搞這套了吧。我直接就這麼跟他講了，但是我也拋出去，我就跟他說我是對他有意思的。所以現在我就變成一個非常直接的人，就我可能會去吸引到的也是一些比較被動的男生，因為他們可能比較喜歡在懸而未決裡面，然後不太會去主動戳破。但是我自己就是一個，你跟我搞，那我就要主動的把你戳醒啊，這樣的一個女生。雖然說有些男生他可能會被嚇到，但是我接觸的那些男生，他們好像都挺吃這套的。因為我自己其實就是喜歡的是關係上面的清晰，我跟你是戀愛關係就是戀愛關係，沒有什麼 situationship 這樣的關係出現在我的生命當中。我只去接受那一些可以給到我穩定的持續的陪伴感的那些關係。所以現在就是完全不廢話呀，如果讓我再去跟高中那個男生去相處的話，我也肯定很早之前就跟他說我喜歡你，你要不要跟我在一塊兒？你不喜歡我咱們就不談，但是你喜歡我的話咱們就試一試。所以人真的會改變，人真的會變得不一樣。第四個呢是有關於生活上面的焦慮的。就在我獨居之後，我真的覺得你開啟了一個人生的最難的那個副本，獨居才是生活的 hard 模式，才是困難模式，好嗎？就是因為說你在獨居你需要操很多的心，就例如說我今天吃完飯之後什麼時候去洗碗，今天是不是要掃地了，今天是不是要洗衣服了，今天是不是要晾衣服了，就這些事情它每天都在圍繞在你的生活裡面。以前呢都是有家裡面的家人幫你去做，但你自從獨居之後，這些事情都得你自己操心，它就會去佔據你的時間以及去佔據你的心力。那現在我做的一個非常明智的一個決定就是我會引入很多的機器。我最近已經把這個洗碗機給買好了。之前我一直很焦慮的一個點就是我覺得洗碗機買起來是一件非常大的一個工程，因為我要裝在哪裡呢？這東西它能幫我去洗幾個碗呢？這個插座我應該插在哪裡呢？排水應該怎麼排呢？這個洗碗機進水的管子應該怎麼接呢？我是不是要自己接呢？這些問題它都困擾我。不過之後在我去把這件事情推進，把我的焦慮的情緒拆解，把它拆解為我先買了再說，買了之後有工人去上門幫我安裝，安裝的時候我們再去看怎麼樣子去裝這個管子，反正也不需要我去裝，只要對方去裝就好了。後面我就腦子一熱我就給買了，但是買這個事兒吧也是我很早之前就已經想好的，買了之後在他到貨的前一天我才去思考，這個到底裝在哪裡呢？這個洗碗機尺寸是多少呢？應該把它放在哪裡呢？當你去把焦慮的事情把它移上一個正軌之後，它就會自動的去迫使你去做很多事兒。就像是我自己才開始去量我們家裡面那個桌子的尺寸，看看哪裡可以去放這個洗碗機。但是後面買了之後我真覺得太香了，就現在我真的一輩子都不用洗碗，一輩子都不用掃地拖地了。以前洗碗的時候你還得去思考啊，今天這個碗積在那邊我必須得動，但是今天晚上又有別的事兒怎麼辦？但是現在就是沒有這些任何的困擾，我只需要把碗放進去，它咕嚕咕嚕咕嚕轉了1個小時之後，它就可以去成為一個乾淨的消過毒的熱熱的一個碗給到我，我只需要把它放好就可以了。所以有時候生活上面的一些焦慮，它的一些模糊的感覺，我今天到底應該怎麼樣子去規劃，我什麼時候去掃地拖地，什麼樣子時候去洗碗，這些事情你大不如就把它直接給解決掉吧，就把它外包掉吧。你可以去請一些阿姨，但是因為獨居我害怕別人
進我的家裡面，然後我要跟他去 social 啊之類的，也可能不太安全。所以我就說，要不就買一個機器唄，這個機器就可以幫你解決掉你之前的那一些懸而未決的模糊的焦慮感，轉而是成為一個清晰的得力的幹將啊。這個就很像你現在在工作當中你去使用 AI 一樣的，你在用之前你會對它有很多的偏見，但是用了之後你就發現真香，太香了。那以上呢就是本期節目的全部內容啦，歡迎大家分享你最近在生活當中或者是在你的關係裡面健康上面有哪一些焦慮的情緒呢？最近一直在努力想做說怎麼樣子把播客的感覺和視頻的感覺作為一個同樣感受的東西去給大家呈現出來，怎麼樣做出同樣優質的視頻內容，這個是我一直在很努力的方向。大家如果感興趣呢，可以去關注我。期待與下期再見，祝你健康，祝你幸福，拜拜。好學貓。